今日侯府为少夫人选婿，第一关查体，第二关量身。这天底下竟然还有给儿媳招赘婿的，咱家少爷还没拜堂就失踪了，少夫人早该归家另嫁了。侯爷和夫人舍不得，才在旁支为少夫人招婿，想要留下少夫人。你们都是我楚家的血脉，今日谁能让我儿媳选中，我就认谁做养子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少夫人不愿招婿，悬梁自尽了。什么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这是……我不是在做化学实验吗？绵绵，这就算不想招婿，也不能自寻短见呀。绵绵招婿，这不是我昨晚看的小说吗？楚庭轩认错白月光，新婚当天跟人私奔，陆绵绵宁死不招婿，苦等几年，却等到他带着小三回来，天天被小三陷害，挨打罚跪流产，虐了100章。到最后一章，侯府被抄家，陆绵绵竟然还献出全部身家救了男主，两人解开误会和好。我竟然穿越成了这个顶级恋爱脑，带我回家吧。绵绵，我知道你对庭轩情深，可他已经失踪4年了。招婿也是为了给你找个依靠啊。呸！明明就是他女主那300万两嫁妆不肯放他走，才想出这个主意。小说里陆绵绵抵死不从，这件事不了了之。现在嘛，我不如将计就计。等乍然回来，我已经有了赘婿，正好有理由带着嫁妆出府，有钱有闲没束缚，大把的好日子等着我。绵绵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的话，那就继续为庭轩守节。死过一回，我想明白了，婆母说的对，那就招婿吧。啊？怎么啦？难道婆母方才说的都是哄骗我的？难道婆母方才说的都是哄骗我的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你想通了，那就最好了。我为你挑的都是楚家的旁支子弟，你想选谁都可以。为了陆绵绵的嫁妆，侯府也是够能屈能伸的。楚家人虽说黑心黑肺，基因倒挺好，这几个长得都不错。你要是中意谁就选谁。是，这个唇红齿白，这个身材，这个刺。小门户出来的就是小家子气，抬头，让少夫人看清楚你的脸。是。这个好啊，极品，尤其眉尾这一点红，简直神仙相貌。等将来我离开侯府，他若是不听话，就花点钱打发了；若是听话，留着欣赏也不错。那我就选他了。哎呀，绵绵。他虽长相好，可身份低微，还是个外世子。听说一直养在乡下的庄子里，恐怕配不上你。哦，婆母刚才不是说我想选谁都可以吗？那个，哎，你看看他旁边这个怎么样？
那是他的嫡兄，叫楚中。说是让我自己选，原来还有内定。要是让他们选我，我怕是要被这一家子啃得骨头都不剩。不让我选，我就偏要选。初看不怎么样，再看嘛，确实不怎么样。绵绵呀，这选夫不能只看相貌。婆母喜欢楚中，他的母亲与我还是堂姐妹，平日啊跟咱们家也亲近。既然婆母喜欢的话，那就收作养女吧。哎呀，你同意了？当然，有他照顾二老，我就放心了。可惜啊，我对他没有眼缘，只好拜别侯爷和夫人，归家去了。我选好了，就是他。承蒙夫人垂青，楚月定投桃报李，不负夫人厚爱。夫人，唤他阿月就好。哪个月子啊？翻山越岭之月。哦，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啊？等等，我记得小说里未来的暴君在军中用的化名就叫楚月啊。小说里说他眉尾一点红，手段似修罗。眉尾一点红，这都对上了。但他明明是皇子，怎么会来选赘婿？夫人认识啊，不，我只是觉得你这名字好听。你真的想入赘？你要是不是自愿的话，不予勉强的啊。书上说暴君喜怒无定，杀人如麻，我可不想死。不，楚月愿意。好，今日就下聘招婿。完了，这个加进聘礼里，还有这个都加进去。小姐，楚月他就是个赘婿，侯爷连聘礼都没准备，你拿嫁妆贴补他，多亏啊！你不懂，他做赘婿难免遭人讥讽，我得帮他把面子做足，以后他才能饶我一命啊！我是说他高兴了，以后咱们日子才能过得好。小姐想的真周到，我这就去送聘礼。说理楚月蛰伏边关时，夺权登基后就是个杀神。原主公公可是当年举报他外祖通敌卖国的人，他混进侯府，十有八九是要报仇。为本之仇，赘婿之辱，杀无赦！不行，我得对他好点儿，可不能让他气恨上我。真是美色误人，这哪是什么赘婿，我这是给自己找了个活祖宗啊！新郎到，这就是侯府招的赘婿啊！瞧这小白脸，弱不禁风的，也不知好不好生养啊！主子，都安排好了。我受伤的消息传出去了吗？是，如今京城都以为您还在战场养伤。
可是您真要冒充万世子去选赘婿？要想不动声色地混进晋安侯书房，这是最快的办法。正好我在西北10年，京城没几个人认得我的模样。可是万一将来传了出去，恐怕对您的名声不利。晋安侯勾结皇后，害死了外祖父一族19人。等我找到证据，侯府上上下下全都要死。死人是不会半闹是非的。新郎过门跨火盆，聚会生财又添丁。孝敬公婆人不恼，夫妻和和万事兴。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次看男人跨火盆。要不怎么说是赘婿呢？就是女人干的事儿，通通给男人来干。哎呀，怎么不想跨？你就是个入赘的贱种，认清自己的身份。看看你这身的晦气，还不赶紧跨火盆去一去，免得熏着少夫人。哼！好啊，我跨。少夫人，你看，对待赘婿就应该这样子。闭嘴吧你！闭嘴吧你！少夫人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他是我夫婿，你对他不敬，就是对我不敬。打你怎么了？下次再犯，就不止一耳光那么简单了。传闻中，他对他的夫君一往情深，他这么帮我，势必有所图谋。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谢夫人，这波好感应该杀到了吧？才刚招赘，心就偏到男人身上了。要是庭轩还活着，咱们何苦丢这个人？母亲，您再忍几日，等他们生下孩子，留住陆绵绵，这个赘婿就不必留。那也不能让他这么耀武扬威的进门。哼，楚月怎么还不进来？不会又被刁难了吧？小姐放心吧，拜堂都拜完了，还能怎么刁难？姑爷肯定是被人拉着喝酒呢。真的吗？慢着，自古赘婿进门，需跪着入洞房。哼，跪吧！真是的，就是啊，赶紧跪吧！你们真是作的一手好死啊！哎呀，快跪下吧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新姑爷，来世干什么？血洗满门！救命啊！有蛇！去跪下！不要跪！我看错了，应该是今天太累了，眼花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们都回去歇着吧。对，吉时已到，新人啊，要入洞房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还不是得看老婆？还好没让他跪，不然他将来想起来高低上弓啊，真是。父亲，我们休息吧。嗯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
成了真夫妻，将来他或许还能念点旧情。反正他长得这么好，我也不亏。那今晚，果然是对我另有所图。今晚我绝不会对夫人不啊！夫人对世子情深似海，答应招赘婿，也是为了陪在晋安侯夫妇身边。不，我不是。招婿那日，夫人宁可以死明志，也不愿辜负世子。所有人都看到了。我那是，哎，那什么，总之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夫人不必再多说了，我都明白，也都理解。完了，他这笑看起来就阴森森的。看来和夫有仇，我可不能跟他们绑在一条船上。不，夫君，其实我已经想通了。其实我已经想通了。真的。豁出去了。夫君风神俊朗，气宇轩昂，我早在朝夕那日就对你一见倾心了。夫人不必如此委曲求全，今晚我去隔壁睡。啊？要命！原主这情比金坚、宁死不屈的恋爱脑形象，太深入人心了。楚月根本不信啊！这个月又亏了300两银子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带出来的钱都快要用完了。没事，等你生下肚子里这个孩子，我们就能回侯府了。哎呀，可是，若是姐姐知道你大婚当天不是失踪，而是带着我私奔，定会打死我的。她敢？你已经给我生了一个女儿，这胎要是个儿子，我爹娘一定会认你做儿媳的。至于她陆绵绵嘛，她不同意也不行啊。看在她给我守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就让她做个平妻。可是我这几日总是害怕，世子你摸摸，是不是心慌的厉害？我好怕姐姐找到你，把你抢走。不会，那时城中有西凉人流窜，他天天往西北找，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就隐居在这京郊。郎君，夫人，不好了！侯府给大小姐找了个赘婿。啊！什么？他不是对庭轩死心塌地吗？怎么可能招婿啊？府里还说，等大小姐生了儿子，就为她的孩子请封世子。这水性杨花的贱人，竟敢招婿！不行，不能让她生下这个孩子。我们现在就回府。你这抱枕手感真好，下次多买2个。你怎么在我床上？夫人，姑爷要伺候洗漱吗？不用了，放在外面，我伺候夫人洗漱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夫君这是回心转意了？什么？圆房啊！不过就算你回心转意，这大早上的也不好吧？谁在那？我那是担心左右有人发现我们分床，晋安侯夫妇会为难你。原来如此啊！
看起来他婚进来要办的事还没办完，需要跟我装一段时间恩爱夫妻，我可得配合好。好吧，我懂了。反正夫君不管做什么，我都会配合你的。小姐，小姐，世子回来了。世子？你说楚庭轩？是啊，失踪了4年的世子回来了。小姐，你终于等到了。小姐，您与他圆房了吗？小姐，您与他圆房了吗？虽说建安侯该死，可他几次3番为我解围，倒是良善之人。世间女子多不易，他等了多年，我当真要为了自己的私欲，毁了他多年期待？我们圆了，当然圆了。小姐，您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您等了这么多年，偏偏昨日成亲，今日世子就回来了。瞎说，我的命哪儿苦了？分明啊是嘉宾全堂，甜到我发慌。啊！想必是因为我答应了昭旭，他们才会提前回来，正好我也能早点脱身。哼，嗨，你不懂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些年你到底去了何处啊？这几年我一直都在京城。什么？在京城？爹娘，我已经遇到了要相守一生的人，还有了孩子。我根本不爱陆绵绵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胡闹！父亲要我命悬一念，因你而不想云烟，一劫一瞬至万年。胡闹！绵绵，庭轩，他是一时糊涂。不是，我这一生只爱一人，也只会有一个妻子。胡说，他什么身份，也配进我们侯府的门？他是我在外游历时遇到的，救过我性命，我们一见倾心，定了终身。哼，陆绵绵，你笑什么？这孩子看着有4、5岁了吧？过了年我就5岁啦。4年前你逃婚如今，这孩子都快5岁了。你们若真是游历时遇到的，那你这是给别人家的孩子喜当爹了呀？爷，咱夫人说话还挺有意思的。陆绵绵，你怎么如此粗鄙？我粗鄙？你逃婚私奔不粗鄙，到现在还满口谎言，就不粗鄙？你都给我住口！你老实说，你们俩是不是早就认识了？爹，快说呀！你们都能在新婚之日勾结着逃婚了，也没什么廉耻感啊，怎么这会儿还遮遮掩掩上了？嘘，夫君，来，戴个面纱藏头露尾，就真当别人认不出了。哼！
陆灵犀，无美狗服，勾引姐夫，好玩吗？姐姐，你听我说，别碰！我没你这么不要脸的妹妹。陆绵绵，你就是个泼妇！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？对，我就是带着灵犀私奔了，是我非要爱她，是我非她不娶，怎么了？急什么？你这么贱，还怕轮不到你吗？你只是替原主赏你。燕，咱夫人这雷厉风行，说打就打呀！看戏就少说话。你非他不娶，你就退婚啊！不敢忤逆父母，只敢欺负女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逃婚就逃婚吧，你要真能为了他放弃荣华富贵，我还认你是个痴情种。可你一听到侯府招婿，你世子之位不保，就巴巴的赶回来求情啊！感情啊，你是既要又要还要，一个都不想丢啊！你什么你？我看这里啊，就属你最不要脸，是不是？还要我再赏你几巴掌，让你醒醒神啊？还要我再赏你几巴掌，让你醒醒神啊？住手！祖母，母亲，你竟敢对世子动手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啊，祖母来的晚，没有听见，是世子自己说的，让我有什么冲着他来。你们就这样看着？母亲，母亲，小气啊！母亲啊，母亲啊，逃婚这件事是咱们庭轩做的欠妥。世子都是妾不好。姐姐、侯爷、夫人，你们要怪就怪妾吧。我与世子幼年时有过一段机缘，只是我们相认时，姐姐与世子已经定下婚约，妾本想把这份感情埋于心底，可是不慎与世子有了骨肉，世子怜惜我，这才带我逃婚的。我头一次听到把不要脸的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的。姐姐，我可以把世子还给你，可是楚琪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们是无辜的，可否让我生下这个孩子？林心，你不用怕他。陆绵绵，你说的冠冕堂皇，你自己又好到哪里去？才几年功夫就守不住了，还招个外世子来当赘婿。你是不是忘了，当日你我并未拜堂，婚礼之事本就不作数，我爱嫁给谁就嫁给谁，轮不着你管。既然你回府了，想必侯府也不需要养子，我这就与夫君带着嫁妆搬出侯府，从此咱们各过各的，互不相干。好，不行，不行。从此咱们各过各的，互不相干。好，不行。糟了，差点忘了，他混进侯府是有目的的，如今目的还未达成。那夫君你怎么想？啊，楚月幼年失户，得侯爷侯夫人看中，自然
是愿意留在侯府的。楚月想留下来，我要是不配合，前面哄了那么久，不就全白搭了？算了，那就再留一阵子。那就听夫君的。当然，我也舍不得母亲。好好好，那就都留下。你们呀，还是住在东院，把西院收拾出来，让庭轩住。对了，你今日不是还要陪楚月回门吗？快去准备吧！娘，你放心，等你回来呀，娘一定让庭轩和你妹妹给你磕头认错。走。娘，陆绵绵她就是个泼妇，你还留她做什么呀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知道她当年陪嫁赔了多少东西吗？她赔了京城2条街的店铺，京郊几千亩良田，还有足足300万两的白银。她要是把这些都带走了，咱们侯府就成空壳了。难道真要我跟灵犀去赔罪吗？她肚子里怀的可是您的亲孙子呀！道个歉怕什么？等你们2个生了孩子，再找个时机把那个楚月给灭了。到时候这陆绵绵就成了寡妇，你再过几个孩子给她，这泼天的富贵就是你的了。不错，那楚月一脸勾栏样式，病歪歪的，看着就不偿命。那灵犀跟我的婚事，虽然说她也是陆家的女儿，但到底是个庶女。娘，我9岁那年落水差点溺死，是灵犀救了我。再说了，陆绵绵的母亲都死了10几年了，陆将军早就有意将灵犀的母亲扶为正室，很快她就不是庶女了。若是如此，那倒也般配。谢恩玉璧一座，金银器具20，丝绸锦缎白匹，京郊良田楚庭轩1000。带着妻子儿女回府，他看起来似乎并不伤心，将军白玉带，还有点夫君你看，这些回门礼够吗？还要不要加点什么？高兴。难道真是死过一次，大彻大悟了？夫君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又没有清单。你当真想通了？对啊，一个背信弃义又没担当的渣男，有联系想要就拿去呗。我可没有跟人抢垃圾的爱好。那你为何还答应留在侯府？当然是为了你啊。为了我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表明一下立场。当然，侯府那些人的嘴脸我看清了，以后我绝不跟他们多纠缠。只是你不想离开，我才暂时陪你留在侯府。等哪日你想走，咱们就一起走。你为何要帮我？因为你是我夫君啊，我当然要帮你。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我以为他不过是做戏，他就这般待我。小心！少爷，到了。他应该是信了吧？楚月，你怎么回事？还不快扶夫人下车？你进入这侯府，就要分清楚尊卑，好好伺候夫人。
不动气。快快快，快去抱着夫人！不用。哎呀，对，就是要这样嘛！哎呀，夫人能陪楚月回门，这是我们全家的荣幸。蓬荜生辉，来，里面请。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没有。没关系，待会儿我给你这样。我让你们准备的菜呢？来了，按照夫人吩咐的，早已准备好。您瞧瞧，蒸山药、蒸生蚝、韭菜炒鸡蛋、煎猪腰、枸杞羊肉春不老，后续还有焖海参、泥鳅烩豆腐、锁阳炖乌鸡、红参乳鸽十全包。这些啊，都是夫人准备的。好家伙，这都是壮阳菜啊！煎煮蒸炸应有尽有，保准让少爷啊精力旺盛，夜夜少爷慢用。楚月呀，你一直在庄子里长大，也是我跟你父亲疏忽了。看你如今这般清瘦，如何伺候的好夫人？来，多吃点儿。这位楚夫人可真敢呢，这跟当面说男人不行有什么区别？不必了，这都是我特意吩咐厨房给你做的。你如今入赘侯府，就要尽到本分，上得绣榻，出得厅堂，处处都要听夫人的话。她让你往东，你不可往西；她让你撵狗，你不得追鸡。哎，都是我爱吃的，我吃。更要紧的是，要对夫人一心一意，不能看其他女人一眼，明白吗？楚夫人，这饭我们就不吃了。今日世子回府，侯爷还在府上等着我们。既然这回门礼已经送到了，我们就先回了。那什么，他肯定是害羞了，您别见怪，我送你们。能把大暴君气得有口难言，你也是挺厉害的。这东西给你。不用。什么不用？拿着，伺候好夫人才是你的第一等大事。去吧，时候不早了。哦，我要说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能信吗？那什么，这位楚夫人还挺关心你的。你出手阔绰，他尝了甜头，自是怕我伺候不好，失了你这条财路。死子到底在说什么呀？那什么，马上就到地方了，
这东西总不能留在马车上。小姐，世子摆了谢罪酒，请您去呢。方才和你们讲的，可记住了？啊，绵绵回来啦！你们两个还不快给绵绵谢罪？逃婚的事，是我和灵犀对不起你。世子道歉，就上下嘴皮一碰。婆母不是说世子要磕头谢罪吗？陆绵绵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今日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姐姐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就别为难世子了。你要是还不能消气，我跪下给你道歉。陆绵绵，灵犀还有孕在身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一个绿茶，一个虾。谁要揍我？说了这么半天都不跪，这世子夫人和世子当真没什么诚意啊！想来是老天都看不过眼，替你们履行承诺。他竟然在帮我出头！这天意呀，确实公道。道歉吧，世子。爹娘，你们为什么要跪着？琪儿乖，姨母生我们气呢，我们呀要跪到她气消为止。坏女人，你欺负我爹娘，我打死你！你干什么？怎么？他撒泼的时候，你瞎了？现在就又看得见了？你不管教，自然会有人替你管教。下一次他再敢冲我撒泼，就不是那么简单了。姐姐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对呀，所以我不会动他的。子不教，父之过，到时候就请世子代他受罚。陆绵绵，哎呀，好啦，童言无忌。哎，绵绵，你就别生气了啊！这菜都凉了，快吃吧。娘，这菜怎么这么简陋？灵犀还怀着孩子呢。这几年吧，府里进项少，还有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要养活，这银钱实在是不够用啊。这几年，楚夫人这副为难的姿态，不知从陆绵绵这骗走了多少银两，现在还想故技重施，做梦！夫君，你读书辛苦，多吃一点。母亲，您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老毛病了。这一操心就犯病，那得去瞧瞧大夫呀。太医开的药吧，倒是有用，不过里头有些药千金难求，这我实在是舍不得呀。哎，姐姐，你就是这样主中馈的吗？竟然让母亲连药都用不起！你这是不孝！你连榨菜都给母亲端上来，这榨菜是菜吗？
你笑，那就先把你们私奔时带走的字画呀、古董、银票都还回来。我这算一算，应该也有7、8万两，给母亲买药是绰绰有余了。那母亲啊，也不用再吃榨菜了。你怎么，都被你俩挥霍完了？那不如去考个功名，有了差事就有银子俸禄。哦，忘了，你读书差，考不上。陆绵绵，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合着你孝顺起来就靠一张嘴啊？难不成还想让我这个前妻拿银子给你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要你出过钱？我堂堂侯府还不差你那点银子，那不是你长着钟馗吗？原来不是要我贴补呀，世子果然有志气。那以后这钟馗之事就交给世子和妹妹吧。你真的愿意交出钟馗？那你可别后悔。当然，另外，这是我的嫁妆单子，请世子过目。明日我就带着这东西从库房搬走。不行！哎呀，不行啊！不行！哎呀，绵绵，好绵绵，这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分得这么清啊？母亲，世子这么有志气，想必是不会要我这嫁妆的。明日我把东西搬走，免得污了妹妹和世子的名声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这一桌子菜，你们慢慢享用吧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吃就吃。哎呀，你个，哎呀，哼！你早就想好了？什么？把钟馗之权借机交回去。对啊，前几年说是让我掌钟馗，其实侯府拮据得很，还时不时让我贴钱。我从前傻，看不清他们都在利用我。我钱是很多，但那都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干嘛给他们楚家人挥霍？当然，你除外。你以后要是想用钱，尽管跟我说。我也是楚家人，你就不怕我与他们合谋夺你的嫁妆？那怎么能一样？你可是我夫君，我们夫妻一体嘛。我先去库房请点东西。夫妻一体。殿下，依属下看，夫人对静安侯府也全无好感，您不如请夫人帮忙，让您进入侯府的内库书房。不必，他这日子本就过得不舒心，我们的事前途难料，不许牵涉到他。是。难道王爷这是心疼夫人，舍不得夫人以身犯险？陆绵绵这个贱人，早晚有一天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的。夫人，楚州和大小姐的赘婿在书房门口吵起来了。是吗？那我们也去看看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夫人，这赘婿手脚不干净，刚才偷偷进了书房。我只是来帮小姐找一本古契。哼，楚月，你别以为陆绵绵能一直护着你，我告诉你，
她已经不是世子夫人了。夫人啊，她就是我爹养在乡下的废物，字都不认识几个，还说来找什么古籍？我看啊，就是趁家里忙乱来书房偷东西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看楚少爷说的很有道理。把他给我按住，搜身，给我搜！哟，还敢还手？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，不敢让人搜身。来人，给我打他！住手！给我打呀！上啊！废物！我们打他！打呀！打呀！你们快点！你怕什么？谁？听见没有？打他！让你们上啊！快呀！一群废物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要不要叫大夫给你看看？没事，只是一点皮外伤。果真是外室养的孩子，一副勾栏做派，在这装什么啊？你们吵什么？世子，姐姐这赘婿啊，手脚可不干净。刚刚楚中看到他从书房偷偷摸摸出来。你去书房干什么？他想找的东西，难道在这书房里？他若是起了疑心，我只能赶尽杀绝。那咋了？啊？我说那咋了？这书房一多半真本都是我花钱买的。我家阿月想看哪本看哪本，他不想看撕着玩都行。你管得着吗？你多亏你提醒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书房的东西都忘了搬走。珊瑚，把书房的古籍真本全给我搬走，拿回家给我夫君看。是。夫君，你受伤了，我们别在这吹冷风，回去给你上药。好。一宿啊，我去叫人。世子，你怎么了？看着他护着那个赘婿，忽然想起了当年你救我，跑去找郎中的样子。糟了，若是让楚庭轩知道当年救了他的人就是陆绵绵，是我抢走了他送给陆绵绵的玉佩，这世子夫人的位置我就保不住了。世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长得自然是会有几分相似嘛。也对。劳烦二位让让，我家小姐买的古籍珍品太多了，我得多搬几趟。陆绵绵这个女人最近跟疯了一样，你又惹她干嘛？平白丢了这么多古籍。世子，我也是一心向着侯府嘛，害怕书房丢了什么重要物件。都是他！啊，小的们，咱们还有事儿，走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世子，我肚子好疼，可能是刚刚站久了。算了，回去歇着吧。是不是被打傻了？哎呀，我不是给你撑腰了吗？伤得重不重？我看看。一点小伤，我自己处理就行。你伤在背上，怎么自己上药啊？
你身上怎么这么多伤啊？别动，这伤不上药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呢。他现在看着也就20多岁，书上说他在边关军营待了10年，那就是10岁就去了军营，也是挺可怜的。你来过，用几分舍得疼吗？要不要轻点？你这道伤好深。砍柴的时候不小心划了。那这里呢？挑水被石头磕的。明明是刀伤剑伤，这一身的旧伤，看来他手里的军权是靠自己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。哎，没事，都是些旧伤了。你先说。啊，书房里的东西我全都给你搬回来了，你要看什么自己去找就行。你不问我为何去书房？我说过了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给你撑腰。陆绵绵，你总是这么轻易相信别人吗？你信他还有错了？这暴君也太难哄了，我也没信别人呢。这也就是你，换成别人怎么可能？还算你机灵。上一句恼了，这一句又好了，你这人情绪也太不稳定了。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夫君，那夫君好好休息，我去厨房给你煮些养生药膳。他方才这话，难道是在吃醋？不能吧？陆绵绵，你总是这么轻易相信别人吗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夫君，算了，不想这么多。帮他找到他要的东西，尽早离开侯府才是正事。我趁乱把书房的东西全搬出来了，里面应该他要的东西吧？有他要的东西吧？夫君，殿下，您一直看着这药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什么事？哦，有一封从边关送来的密信。传信的副将说，
您2个月未露面，太子的人已经蠢蠢欲动，想接手咱们手中的兵权了。哼，狱中取之，必先予之。无妨，先让他们嚣张一段时间，最后收网。是，只可惜咱们没有找到当年国公爷的信。今日我进入书房，发现书柜后有一处密室，只是时间仓促，没找到机关。那属下今夜去探一探。不可，今日闹了这么一出，不能再打草惊蛇。是。殿下，我帮您处理伤口。不必了。陆夫人已经帮我处理过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殿下从来不肯让人近身，受了伤更是谨慎，这回竟然肯让夫人处理伤口。原来结发为夫妻，就是世上有了信我，为我包扎伤口之人。只是等到侯府覆灭那时，他得知真相。小姐，这花真好看，还带着露水呢。再好看又能值几个钱？过几日父亲寿宴，我连套像样的头面都添置不起，这日子过得还不如在外面。贱人，把侯府的库房都快搬空了，自己和这赘婿倒是一身珠光宝气。姐姐，姐姐也来赏花，不如我们一起啊？不是一路人，走不到一起。姐姐，过几日父亲寿辰，我们总要一起回府的。我娘前些日子还送信给我，说今年寿宴上，父亲有好消息要公布呢。书里陆父宠妾灭妻，为了帮陆灵溪坐上世子夫人的位置，更是把陆灵溪的生母杨姨娘抬为正妻。恐怕这就是陆灵溪的好消息。反正我要等到楚月的事做完才能离开侯府，这段时间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帮原本的陆绵绵讨点利息。是吗？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到时候姐姐可别吓一跳啊。拭目以待。想到什么？要是让你如愿，我这么多年的小说不都白看了？哦，对了，爹让我提醒你，不准带着这低贱的赘婿回去。好啊，夫君，正好咱们贺礼也不用准备了，这省下来的钱嘛，咱们一会儿出去逛一逛，挑一处风光好的别院，我买下来给你啊。好，都听夫人的。那怎么行？一个赘婿罢了，他配吗？爹也是担心姐姐丢人嘛，姐姐非要带，那就带着呗。没事，丢人的一定不会是我。听他话中意味，恐怕是宴我好宴，你当早做准备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你知道他所说的惊喜是什么？十有八九是要把他娘抬为正妻呗。走，去哪儿？去买啊！夫君不是让我早做准备吗？我们现在就去啊！置办些玉冠锦袍，到时候夫君风神俊朗，谁能比得上？这就是你说的准备？夫君这是在为我担心？这时候的楚月还会脸红，会为身边人担心，其实是个挺好的人，后面怎么会变成嗜杀的暴君了？放心，
我有打算的。走。这就是靖安侯世子和世子夫人了。这不是陆家的大小姐吗？她身边的那位呀，就是她的赘婿。呀，这怎么看着都不像是养在乡下的外世子呀，倒是比那位世子多了几分金贵嘛。你看，我就说父亲生的这样好，丢脸的肯定不是我嘛。爹，我和庭轩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来了就好。诸位，共饮。爹，我马上就是世子夫人了，以后就是靖安侯府的当家主母，你是不是该给我娘一个名分了？确实，诸位，杨氏为我养育孩子，照顾家务多年，我有意将他扶正，也算是双喜临门。正好，也请诸位做个见证。今天这个日子说这个，对呀，是不太合适。我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我娘去世时，父亲为了继承外祖家产，在祠堂对着祖宗发誓，终生不再娶妻，否则天打雷劈。父亲可还记得？胡闹！我从前未娶田房，是因为对你娘情意深重，绝不因为什么誓言。夫人牌位在此。又把牌位拿出来，怎么把牌位？朝朝日月，苍天有灵。父亲敢不敢对着我娘的牌位再说一遍？您当年没有发誓。你这是不孝！赶紧把牌位送回去。你就按我说的安排一下。姐姐是没听见父亲的话吗？难道你是想忤逆父亲？哎呀，姐姐，你的护身符掉水里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姐姐，你的护身符掉水里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好办，你扔下去的，就是给我捞上来！陆绵绵，你个疯子！去给我捞！救命啊！师哥，我不会水！救命！世子，陆绵绵疯了，他想害死我！世子，灵犀，你不会水，那你当年是怎么救我的？不，世子，其实我会水的，只是我有了身孕，害怕动了胎气，一时吓呆了。可你怀胎不过3月，行动自如。当然是真的，庭轩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？我自是相信你的。糟了，陆绵绵若是听到，会不
不会发现我冒充他认了救命之恩的事？还真以为楚庭轩是什么香饽饽，人人都求的是。老爷，既然孩子们没事，方才说的事儿着火了！哎，你看，那牌位起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在河里还能着火呀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快去看看吧！计谋得逞。你做的？看破不说破。在水里还能起火，可见真的是惹怒了亡灵啊！对呀，怎么做到？这都是天意，我不过是让天意变得更明显一些。小小化学知识，给渣爹一点灵异的教训。倒是我多此一举了。什么？没什么。父亲，现在想起你对母亲的誓言了吗？老爷，老爷不好了，祠堂塌了！什么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陆大人，你们这双喜我就不喝了。是啊，陆大人，我家中还有事，对，就先告辞了。我的也走了，我的也走了，我们也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快走！告辞了，别走啊！你天意，爹，这不过就是巧合嘛。算了，这件事儿以后谁都不许再提了。哎呀，老爷，够了！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们做主。陆绵绵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陆绵绵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是啊，不可能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不告诉你吧，你要问；告诉你，你又不高兴了。世子，你看看他。陆绵绵，你娘已经死了10几年了，她的钱财和嫁妆也都给了你，就算林夕的母亲扶正了，也威胁不到你的地位。你为什么非要跟林夕过不去啊？因为乌云不能蔽日，奸邪不该当道。这世间啊，就应当有公理。世子，我好冷啊！对对对，外面风大，咱们快回屋里去啊！来，小姐，你的衣服也湿了，回咱们院子里去换一身吧。夫君，风大，走回去该着凉了。引路。咦，夫君，你耳朵红了？你快喝点热茶，暖暖身子吧。哎呀，夫君，我都没怕你看，你怕什么？到我表现的时候了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，好了。今日之事，多谢夫君为我助力。是你自己解决的。那也是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我烧牌位，你捅祠堂，配合默契。这是何意？你就不怕
真的会惊扰你母亲的在天之灵？不怕，如果真的有灵，她也一定希望我过得好。原主的母亲是个有成算的人，发现丈夫靠不住，在病重时还为陆绵绵筹谋，将一生积攒的财富大多都交到了女儿手里。你说的对。怎么忽然下这么大的雨？外公，舅舅，我差点忘了，他本来就是个暴君。夫君，我是做错什么了吗？你走，你走！定国公结党谋反，十恶不赦，国公府满门抄斩，以儆效尤。不废！你走！你快走！走啊！夫人，公子已经睡下了。殿下如此信任夫人，或许夫人能解开他的心结。公子他怕打雷。公子外祖父一家上下19口，都是在雷雨夜遇害的。他匆匆赶去，只见到了满门惨烈。原来如此。等到他回来时，他母亲也一壶毒酒了结了性命。一夜之间，公子失去了所有亲人。暴君这少年时代也太惨了。公子一直觉得是他害死了外祖父一家，是他害死了母亲。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日公子发烧病倒，他母亲忙于照顾，一直没有及时收到消息。皇权斗争，斗的是权势，又怎么会因为这早一刻晚一刻而改变？他每次雷雨夜都会这样吗？哦，不是的，公子心绪不稳时，一般会服用这药，睡上1宿就好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去休息吧，今晚我在这守着。是。这是曼陀罗的气味。曼陀罗里有生物碱，确实能抑制中枢神经，但长久服用会引发幻觉、暴躁，所以他登基后手段残暴、喜怒无常，是因为常年服食这药吗？
楚月真的是个暴君吗？楚月前世没有进入靖安侯府，也就没有找到替他外祖父翻案的证据。他是靠起兵夺权的，登基后就对靖安侯府和皇后的党羽大开杀戒。但即便在药物的影响下，他也并不昏庸，反而定边疆减赋税，对百姓还是很好的。如果这一世我帮他找到翻案的证据，或许他能破除心魔，成为真正的明君。谁？陆绵绵。来来来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失态了。哼，哪里失态了？都是肉体凡胎，谁还没个害怕的东西啊？再说了，我夫君这么好看，一颦一嗔也是风姿如画。回去啊，可得好好哄着世子。娘，昨日世子一直心不在焉的，要是被他知道当年救他的人是陆绵绵，他一定会休了我的。嘘，娘给你想办法，咱们一不做二不休，送陆绵绵上西天。就算他以后发现了，也死无对证。真的？你呀，嫁得匆忙，身边连个像样的下人都没有，这是娘专门给你挑的，你带回去，好生让他们伺候。谢谢娘。妹妹和姐夫私奔，确实嫁得匆忙。你昨夜没让你歇好，上车补个觉吧。这话说的太暧昧了吧？殿下，西北军报。很好，猎物已经进了笼子，该收网了。还有事？殿下昨日命属下为陆夫人重置牌位，送回祠堂。属下送回牌位后，路过偏院，意外听到一个秘密。当年靖安侯世子溺水，救他的人并不是陆家二小姐。那是谁？说。是夫人。二小姐只是偷了世子留下来的玉佩，冒认了恩情。你是说，楚庭轩因为所谓的救命恩人，带着陆灵犀私奔，可是真正救他的，却是我的夫人？是。这便是当年陆家二小姐从夫人手中偷走的玉佩，被属下悄悄取了回来。这边。再来，再来！西北收网，我们这里也不能再拖了。今夜就去那密室探一探，是时候了结这一切了。是。
即便是误会，那也是楚庭轩眼下，是他不配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我要赢了！啊，怎么少一个？哦，对了，小姐，姑爷说他今晚有事，很晚才回来。这是又去找证据了？快说好吧。行，不必声张，给他留个门。这几天怎么总是打雷下雨的？我种的花都浇坏了。这个天气，若是楚月又犯病，岂不是很容易被发现？哎，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书房。谁？小心，你受伤了。快要下雨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谁在那？别说话，装醉酒。是我。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出来找夫君，刚好在这里找到。原来是这样，楚公子怎么在这儿？唉，他与我闹别扭，喝多了跑出来的，自己都不知道走到哪儿了。好了，夫君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不与你置气便是了。看来啊，这赘婿也不是好当，对自己媳妇儿还得哄着供着。生气了也只会喝闷酒。快下雨了，走，我们喝酒吃肉去。走。小姐，姑爷这……去拿金疮药来，守好院门，除了你和玄九，谁也不许进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受伤了？你不怕吗？我不怕。楚月，你还有伤？不用管，绵绵，让我抱一会儿。什么不用管？伤口那么深。小姐，怎么伤的？书房密室里布了暗器，一时不察找了到。你要找的东西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那就好。你早就猜到了。10年前，我外祖父被诬陷通敌叛国，满门19口冤死。是侯爷干的？晋安侯还没那么大的能耐，是皇后。晋安侯只是他的一把刀。等天亮了，我找个理由带你出门礼佛。回府后，我会说马车受了惊，你为了救我坠崖了，你就可以脱身。要赶我走？你进侯府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既然东西找到了，那就该走。若年岁尚能留我一息，若你懂我的真理，只身闯入奇迹，落自我回忆。可是绵绵，我后悔了。什么？我不想与你做戏，我想让你成为我真正的妻子。
生共枕席，死共连续。缘分这一世交错，爱过恨过，终于无法蹉跎。与熄火最脸掌握不觉的轮廓。我们拜过天地，饮过和亲酒，何该是夫妻？那不过是我们各有所求。你想要证据，我要离开侯府。是这样吗？我，你对我就没有一点动心吗？夫君。可是楚月，这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只有喜欢是不够的，你也得让我好好想想。那便是荣幸，我可以等你想，但你不能赶我走。你发热了？不用管，明日便好了。你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？伤口不用管，发烧也不用管，活到哪算哪。我夫人这是担心我了。从前没有人在意过这些事，日后夫人若是担心，我便都改。夫人，这药以后别吃了。雨还没停，要不要我多陪你一会儿？笑什么？且看短剧，最烦迷药梗。切！然呢？二小姐不是说那贱人已经回屋睡了吗？然呢？二小姐不是说那贱人已经回屋睡了吗？好，二位找谁啊？沈北月，怎么办？看都看到了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那贱人。陆家给的钱够咱们快活一辈子了。你就是那个赘婿吧？别多闲事儿，让！想杀他？下辈子投胎，多长几个脑袋！外公，舅舅。楚月，不要让你的执念控制你。楚月，楚月，楚月。绵绵，我在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们杀了我的小厮！你们怎么敢？陆灵溪，你派他们来做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少在这贼喊捉贼！你们这两个疯子，竟然敢杀人！你们等着下狱吧！可笑！正好，你这伤口的来由可以推给他们，还有书房里你拿走的东西，一起推到他们身上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
我醒来发现你不见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说什么？楚月杀了我的小厮！什么？快去告诉侯爷，把他们抓起来送官！好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惊动了侯爷和夫人？爹娘，这个赘婿无法无天，掐死了我的小厮，还差点杀了我。侯府里养着这样一个赘婿，简直是引狼入室！你在说什么？谁杀人了？就是他，我都看到了。珊瑚，妹妹说的可是这2个？他们没死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看到他发了疯，掐死了人。既然侯爷和夫人在这儿，正好我也想问问，世子房里的小厮为何会拿着匕首出现在我们房中？若非今晚夫君喝多了，我在榻上照顾，恐怕要死在这匕首下了。夫君为了救我，还被那2个贼人刺伤了肩膀。那还真是多亏了楚月。是啊，不过这2个小厮看着很面生，府里何时买进的呀？林夕，你确定这2个是你的小厮？是我娘送给我的。许是他们看着姐姐院子里富贵泼天，起了贼心。那3更半夜，妹妹又为何出现在我的房中？我半夜睡不着，出来散心，听见你喊救命，自然要过来看看。结果一进门就看到楚月，他掐着脖子要杀人。是吗？陆家给的小厮身上竟有白虎纹身，看来杨姨娘交友广阔呀。这不是朝廷去年蹲掉的山匪窝，一个个都是这样的白虎纹身呐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亲，照这样说来，这2个江洋大盗已经混进府里多日了，得赶快查查各房中有没有失窃啊！还是绵绵想的周到啊！快来人，让库房的人仔仔细细的查查。是。妹妹，这2个人可是你娘送的，你把他们带进静安侯府，是要杀死全家人啊？我没有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。你若真不知情，他们为何不对你下手，反而舍近求远来害我呀？这我哪知道？世子，我娘不过是心疼我刚进侯府，身边没人伺候，好心送了2个人给我，哪知道夏日里混进了江洋大盗啊！既然世子夫人也不知道，那就送官彻查吧。世子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老爷不好了，书房失窃了！哎呀，我的钱！哎呀，我的钱呢？先把这2个小厮给我绑起来，这件事不要声张，等府里查清到底损失了多少财物再说吧。是。快走，走。倒是要谢谢陆灵溪这蠢招，把你呀摘得干干净净了。也不知他发什么神经，居然敢买凶杀人。怎么了？伤口疼？因为这个，你不记得了？这是你的东西。当年救了楚庭轩的人是你，而不是陆灵溪。
他只是拿着你的玉佩，靠着这份恩情勾引了楚庭轩。哦，对啊，那你为何要把楚庭轩认错人的事告诉我？你不怕我回头找他？怕。我怕你离开，可我更怕你不圆满。那你为何不与楚庭轩说？我为何要与他说？如果他知道救他的人是你，而不是陆灵溪，他便不会跟陆灵溪私奔逃婚了。他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好东西，还值得我和陆灵溪扯头花去抢？他所谓的深情啊，就是感动自己的说辞罢了。难道因为一次救命之恩，就真能爱上一个人？那不过是他与陆灵溪勾搭成奸的理由罢了。更何况我和他早有婚约，即便他当真有了真爱，也应该坦坦荡荡的来找我父母退婚。私奔，亏他想得出来。聘者为妻，奔者妾，待人私奔，那算什么真爱啊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他的逃避无能，也是对女人的轻视羞辱。所以是你选择了不要他。当然，我要嫁，就要嫁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。那如何才算是一个很好的人？正直、诚恳、有担当，不会因为自己的喜恶而去判断对错，能看清世间的纷乱，但心底永远有光明。那我是吗？你是一个很好的人。还是头一回有人这么说。以后定会有更多。可我只在意你的想法。你问我的那件事，我想好了。我们的岁月渐渐只剩想念，花开满了的街，没有你的遇见，破茧成蝶的情。夫君啊，侯爷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搜遍了他们身上也没找到东西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许儿他们还有同伙，早就把东西偷出去了。怎么可能？难道那两个人拿了我娘的钱，还想着从侯府顺便偷点东西走？妹妹觉得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都说家和万事兴，自从你带了这祸水进门，府里就从来没有安宁过。现在还闹什么江洋大盗出来？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吓着我重孙子！灵溪手里的人犯事儿，又不是他的错。到底丢了多少东西？大不了咱们就报官，让官府去找就是了。不行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东西，传出去，侯府的名声还要不要？侯爷不计较，
那是侯爷大度，可妹妹的人差点杀了我，这账我可不能算。绵绵啊，你妹妹也是一时不察，要不就让她去祠堂思过3日，这事就算了，行吗？3日？母亲是说我的性命就值3日？这也不是这么说，毕竟她这不是怀了身孕吗？你大人大量，那就10日吧。不行！闭嘴！就按绵绵说的办。庭轩，不要为了我跟长辈争执，就让我去祠堂吧。只是当年我下水救你，落下了病根，我病了不要紧，就怕肚子里的孩子撑不住。林夕，我不会让你去祠堂的。陆绵绵，林夕为我落水受过寒，最忌阴冷，有什么事冲我来啊！世子的眼疾，属实该治一治了。侯爷做的决定，你有本事冲他去喊啊！要实在不满意，你就去报官。爹，娘，林夕为救我落水受了寒，怎么能去跪祠堂呢？他陆绵绵要公道，大不了我们报官，把支持他们的人和那2个人的同伙都抓回来。你给我闭嘴！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蠢货呀！庭轩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书房里丢的是要命的东西啊！若是没人发现还好，若是一旦出现在人前，那我们一家老小的命都保不住了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10年前的旧案。10年前？啊？那我去问问林夕的母亲，下人是他买回来的，说不定陆府还有他们的同伙。好，问也好，娘肯定不会说漏嘴的。世子，真是对不起啊！我也是从人牙子那里买回来的人，就有一天下山礼佛，看到这2人晕死在路边，好心捡了回来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竟然会酿成如此大错呀！算了，我再想想别的法子，养姨娘留步吧。哎，老爷这几日新纳的姨娘可真是好看。对呀，都把那杨姨娘比成土了。可不是嘛，要不是她在寿宴上闹这么一出洋相，说不定啊还真成咱们夫人了。对啊，听说后来还有人把牌位又捞了回来，修补好了送回了灵堂。你猜是不是咱们大小姐干的？很有可能，咱们大小姐水性那么好，才8、9岁的时候还下水救过人呢。啊！你们刚才说陆大小姐小时候救过人？对啊。那2小姐呢？她会不会水？2小姐不会水，2小姐最怕水了。世子，您怎么来了？让开！陆绵绵，这小姐对午休。世子来这里做什么？绵绵，当年是不是你救了我？是啊。那你为何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又如何？那我就不会娶陆灵溪，不，我就不会带她私奔，也不会负了你。绵绵，我们会好好的拜天地，做一对恩爱夫妻。绵绵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？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还爱别人？世子，我与夫人要休息了，这里不欢迎你。
绵绵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，我是被他骗了。他怎么突然知道了？肯定是陆家有人多嘴多舌。夫人方才看了他，我吃醋了。行，给你补偿。世子，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？你骗了我！你在说什么呢？当年救我的人根本不是你。怎么会呢？当年世子在陆府溺水，就是我救的你啊！你还送了我半块玉佩，你忘了吗？还敢狡辩？你根本不会水！爹，不要打娘亲！住手！你怎么能对灵犀动手呢？她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。不稀罕，一个欺骗我的贱人，根本不配生我的孩子。娘，当年救我的人是陆绵绵，我本就该娶她。是陆灵犀骗了我。什么？我要休了她，去求绵绵回心转意，原谅我。不要，世子，一日夫妻百人，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，饶了我吧。若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早就该取你性命。爹，我要娘亲。你这么舍不得他，正好跟他一起滚。胡闹！这都什么事儿啊！别吓着孩子。来，先把他带回屋，再把那个陆绵绵给我叫过来。是。娘，我没有胡闹，我跟陆绵绵才应该是夫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说清楚。绵绵，我错了，我自始至终爱的都是你，只是受了这个贱人的蒙骗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大可不必。我如今有自己的夫婿，至于你跟陆灵犀3年抱俩，天生一对，就别拆了。我从未爱过他，现在就把他赶走，我们重修就好。你自说自话那么久，问过绵绵的意思吗？你一个赘婿，有什么资格说话？当年你认错了人，就把未婚妻丢在喜堂，逃婚私奔，让她承受所有人的轻视嘲讽。现在你知道真相了，还要抛弃怀孕的妻子。楚庭轩，我看你这个人就是自私自利，令人作呕。我知道绵绵，我让你受了4年的委屈，你在跟我赌气。没关系，我会努力弥补你，让你回心转意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陆绵绵看不上你，听懂了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是在生我的气。绵绵，你等我，等我把这个贱人送回陆家，我再来向你赔罪。走！庭轩，哎呦，我的祖宗！自说自话。真是黄金矿工都挖不出这样的神经。不过没点神经也做不了女儿男主啊。没什么，估计他还得闹几天呢。咱们回去收拾收拾，赶紧搬出侯府，免得辣眼睛。绵绵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还记得这件长袍吗？是当初去你府上提亲的时候穿的。还有这荷包，是你亲手做了送给我的。你递给我荷包的时候，碰到我的手指，脸都羞红了。真想回到那一天，一切错误都还没有发生。袁叔的陆绵绵那么爱你，连命都丢了，你不痛不痒的穿件旧衣，就算追起火葬场了？我想起来了，那日你就是穿着这件衣服，在花园里和陆灵犀勾搭上的。那是他蓄意勾引，若早知我的救命恩人是你，我连个正眼都不会给他。绵绵，别走，离我家小姐远一点儿。就算你认错了救命恩人，我家小姐可跟你无冤无仇。大婚当日你一走了之，有没有想过流言蜚语会断了她的活路啊？
哼，小姐，我们走。绵绵，别走，别走！殿下，您不出手，我夫人眼明心亮，自会料理。但您脸都漆黑了。不过她那身打扮，还有那个香囊，实在碍眼。属下去解决。哎，一个酒囊饭袋，何须你出手？也是，我去。啊！绵绵最爱吃太白楼的芙蓉酥，还好我记得。啊，我的点心！殿下居然还会有这么小心眼的时候，真是爱极了。夫人亲手做的荷包，旁人自然不配拥有。属下这就把它烧了。谁让你烧了？这毕竟是他亲手做的，烧了可惜。那殿下的意思是，你把它送到兴善寺供桌上，每日佛经香火熏陶，也算积福。方才那人手里拎的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太白楼的芙蓉酥，说是夫人最爱吃的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夫君回来啦？这是什么？路上遇到点心出炉，随便买了一点。夫人，这可是公子特意给你买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你也尝尝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夫人喜欢的，自然都是最好的。你这是不是有点自卖自夸啦？以此推算，我最喜欢夫君，那夫君就是这世上最好的人了。这不是自夸，是什么？好吃好吃。我的天，夫人这也太会哄人了。有吗？那个太有了，都快把殿下哄成傻子了。听着琴曲，弹得像是凤求凰啊。绵绵，当年赏花宴你请我弹这支曲子，我拒绝了，现在补给你。我现在真想把它弹飞。我看行。楚庭轩，你有完没完？世子对着有夫之妇弹这支曲子，不合适吧？什么有夫之妇？他的夫君本来就是我，是你夺人所爱，趁虚而入。一个大男人上门做赘婿，你还要脸吗？赘婿自有赘婿的好，我能做小伏低伺候夫人，你能吗？我请回输给你这赘婿，你能？我也能。绵绵，当年你救了我，我却让你受尽委屈，你恨我怨我，都是我罪有应得。我就在这跪到你原谅我为止。楚庭轩，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事都要按照你的意愿的，你的膝盖还没有那么值钱。说是还不够，我可以负荆请罪，直到你原谅我为止。陆绵绵，绵绵，你个不孝子！
为了个女人，你卑躬屈膝呀！连你祖母都被你气得卧床不起了。起来，去陆府把灵犀和琪儿给我接回来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里跪到绵绵原谅我为止。你个孽障！你满脑子情情爱爱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押进祠堂，闭门思过，给我绑起来，关进祠堂。我不走，楚月，你个不要脸的赘婿！夫人看得这么出神，是觉得他比我好看吗？那肯定没有，就是天神下凡也没有我夫君好看。我刚才是被吓到了，要亲一口才能好。楚月，你个不要脸的赘婿，我要杀了你！哎，给我拦住！孽障，人家是夫妻，你想干什么啊？我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，你们让开！孽障！孽障！孽障！你凭什么打我？绵绵从前对我死心塌地，你偏要给他招势，现在他有了新人，忘了旧人，都怪你们！是你丢下他，跟人私奔，现在后悔还有什么用啊？侯府正值多事之秋，你还满脑子女人呐！这不是我惹来的！我看那个赘婿就是个灾星，自从他上门，后府就没有消停过。你有功夫打骂我，把他赶走啊！你们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绑起来！是，放开我！给我带走！绵绵，我不走！气死我了！夫君今日是有什么心事想对我说？上回的事有结果了，我要出府一趟，快则10日，慢则1月。事成之后，我就带你离开侯府，可好？你不希望我离开侯府等你？即便我有99%的把握，但我要做的事情依旧有风险。所以我想你有10万分的安全，这时候侯府反倒可以遮一遮风雨，所以你在侯府等我。好，听你的。真美，夫君的心意尽在这笔触眉间，我都看到了。姑爷这都走了3天了，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急什么？该回来的时候自然会回来。奴婢总觉得姑爷这人神神秘秘的，还有玄九也是，说是奴才，但比寻常的少爷还要气派。你成日做事迷迷糊糊，眼睛倒是擦得挺亮的。小姐这是在夸我吗？三皇子一直驻守边关，为何偏偏这时候回京城？三皇子回京与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他都被流放边关10年了，还能掀起什么浪来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府里丢了定国公当年的信件，偏偏此时三皇子就回来了，这么巧的事儿，会同时发生吗？哎呦，这楚庭轩还当真是虐文男主，除了爱来爱去，朝堂事事一窍不通，恐怕连他爹当年陷害定国公的事情都不知道。看来楚月已经完全收拢了军权，准备翻案了。母亲，您喝点茶水。
绵绵给老祖宗婆母请安。你那赘婿呢？怎么今日又没来请安？啊，他从小住的田庄出了点事，他回去处理，得花几天时间。哼，一个卖给侯府的赘婿，能有什么要紧事？我看啊，定是那晚听见我要杀他，吓得连夜逃走，吃软饭没骨气的东西。吃软饭总比倒人胃口强。走。近日他是越发的没规矩了，你做婆母的也不管管。要不是指望她的嫁妆，岂能容她如此放肆？绵绵最通情达理了，她是在生我的气。你们赶紧抹了楚月的赘婿名分，等我与绵绵破镜重圆，她的嫁妆还不是侯府的。左右楚月现在不在，你若真喜欢她，多花点心思，早点把她哄到手。当然，绵绵只能是我的。珊瑚，关门。小姐，咱们这么早关院门啊？天还没黑呢。谁知道楚庭轩会不会又发疯，再来个负荆请罪？干脆啊，将院门锁死，明早再开。绵绵，你拿我当贼访呢？楚庭轩，你成天这样阴魂不散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！你都不知道你冲我发脾气的样子有多可爱。世子自重，你再缠着我家小姐，我可要喊人了！滚开！珊瑚，你滚！绵绵，你的手好软啊，好香啊！楚庭轩，过去你和陆灵溪私奔，我还敬你有几分真性情，没想到你这么下流无耻！谁偷袭我？楚月，是不是你？别装作缩头乌龟！出来！世子，我可不是任人捏圆搓扁的陆绵绵，你若再不走，我可不知下一颗石子会从何处来。哼！陆绵绵，你迟早是我的人。祖母，娘，你们看那个赘婿把我伤成什么样子了？你们得为我做主啊！那个楚月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说！你们怎么不问问世子，为何光天化日摸进我住的院子？这里是静安侯府，别说是你的院子，就是你的卧房，世子也能去。那楚月无法无天，把世子伤成这样，我看是留不得了。对，把他赶出去，取消这桩婚事，绵绵就还是我妻子。做梦！放肆！世子被伤成这样都想娶你，你竟还不知悔改！我又没做错，谈何悔改？好，你不认错，那就在祠堂跪着，我看你嘴硬到何时。走。跪什么跪？坐下歇会儿。夫人。谁？玄九，原来刚才整治世子的人是你呀！没想到静安侯世子竟这般离谱，我这就带你们出去。哎，不用，我就在这祠堂待着，挺好的，清静。可公子若是知道夫人被关，要心疼的。你让他安心处理他的事，这点小问题，我自己应付得来。小姐，玄九这么神通广大，国爷究竟是什么人啊？下次见面你就知道了。哎呦，这味道都不一样，这糕点还挺好吃。绵绵，在祠堂跪了3天，你后如何啊？
男人，满意你所看到的吗？哼，陆绵绵，你根本没有好好反省。你才该反省，你全家都该反省。你知道这3天我为你做了什么吗？我为你对抗父母，我为你准备了喜糖，想与你在拜堂成亲。这个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这古早虐文的味儿，真是臭气熏天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，还有你所谓的爱，真是臭气熏天，令人作呕。你说我对你的爱臭气熏天？对啊，爱是尊重，是欣赏，是包容，不像你只会自说自话，强人所难。算了，免得你又舔我的手。你说的这些，难道那个赘婿可以给你吗？当然，我堂堂侯府世子，比不上一个赘婿，那我就偏要跟他比一比。走！放开我！小姐，小姐，你。放开我！放开！这都是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与你拜堂成亲啊！绵绵，我们4年前就该拜堂了。你疯了吗？如果爱你算疯，那我确实疯。你看，为了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我，我说服了爹娘和祖母，让他们来观礼，还为你准备了嫁衣。你放开我！我有夫君。你的夫君是我，我已经通报宗祠，断了你与楚月的婚姻。今后，你就是我的妻子。绵绵，你穿嫁衣的样子真美，晚了4年与你拜堂。是我错了，我将会用一生来弥补你。这他妈的强制爱真是该死的对味儿！玄九人呢？该出现的时候怎么又不见了？我们该拜堂了。我七拜天地，圣旨到。总算是来了，不然还得跟楚庭仙演个哭过一世狗的狗血拜堂戏。这时候怎么会有圣旨啊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晋安侯府徇私枉法，构陷忠良，经有司查实，即日则府收押入狱，家产充公，钦此。母亲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子明明说要保我呀！我要见太子！我要见太子！放肆！你罪大恶极，还想攀扯太子？原书里楚月一直没能找到证据，夺权登基后，硬是把侯府抄家灭族，就此背上了残暴的名声。现在剧情已经改变了，带走！慢着，我还有事没办完，我要与他拜堂成亲。今天就算是下地狱，我也要先和他拜堂成亲。现在是成亲的时候吗？胡闹！公公不肯成全我，那我就当场血溅3尺。你不嫌麻烦，可以拿我的尸体回去复命。支持废物儿子！哎呀，快死快死！这侯府犯的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他与你未拜堂，还有一条生路。这要是成了亲，他还得跟着你一起死。绵绵，我们拜了堂，共赴黄泉，来世再做一对恩爱夫妻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有病吧？
多大仇，非得拉人一起死？哎，行，你想多死一个人，咱家也不多言。哎，你拜，动作快点啊！建安侯世子要娶本王的王妃。把陆绵绵还给我！放肆！欠了靖北王还不下跪？你说什么呢？他是靖北王？不错，皇上已经为定国公府翻案，亲封三皇子为靖北王。不可能，他明明就是一个外世子，一个赘婿，怎么可能是三皇子？三皇子，三皇子真是好谋算呐，好耐性。为了10年前的旧案，在侯府做小伏低，这么久。旧案子，那是我定国公府一辈子的血海深仇。你的晚年就在大牢里度过吧，把他们带走。楚月，你卑鄙无耻，不得好死！侯爷，请吧。绵绵，对不起，我与你成婚，起初的确是为了颠覆侯府，但你不用跟我道歉。你生气了，不是我不愿与你说，是我怕事有万一，你被牵连。急什么？我说的又不是反话，名字、身份不过是外物。你待我的心是真的，你给我的爱也是真的，我不瞎，也不傻。既然侯府已覆灭，你愿意跟我回府吗？我也向父皇求娶你为妃。当然。那我们回家，我的王妃。奴婢恭迎殿下，王妃。我跟他们说了，今日会带王妃回府，以后他们怎么敬我，就会怎么敬你。你就这么确信我会跟你回来？你不肯，我就求到你肯。我早就与你说过，绝不会放开你。你这么说，我倒真想看看你会怎么求我了。如今这里没有其他人了，夫人想看我怎么求？那我可得好好想想喽。这样求，好不好？这哪里是求？夫君未免太没有诚意了。夫人，从10岁那年起，我就再也没求过人了。你在为难我。10岁那年，他就孑然一身了。你脉搏上移，掌纹里流转蜿蜒，披红妆的心，灯火下的安宁。往后有我陪着你。这年轮盘踞，灯青丝白鬓发，如你最心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我红绳把，
穿过昼夜漫长，我还想去赴。谁在我身旁？好。王府这么多产业，你全都交给我啊？你是王府的女主人，理应执掌中馈。这些不交给你，还能交给谁？原先侯府贪图我的嫁妆，逼我招婿，没想到我相中的人比我富贵多了。楚庭轩为了陆绵绵，把我和琪儿赶出侯府。苍天有眼，如今侯府倒台，那对狗男女可以一起死了。是啊，幸亏啊，你还未进他家族谱，不然现在等着砍头的就不是陆绵绵，而是你和琪儿了。慢着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是三皇子府中统领，特来下聘。这是聘礼？我府中就灵犀一个女儿，难道肚子里的孩子是三皇子的？三皇子也看中了灵犀？想多了，这些是给陆家大小姐的。你说陆绵绵，他如今和楚庭轩在大牢里蹲着呢，三皇子给他下聘，我不是疯了？陆姑娘，我只不过是换了身衣服，你就一点都认不出我了。你是那赘婿的小厮？哼，别叫赘婿，叫三皇子。我家王妃一天大牢都没进过，早就被殿下接入府中了。今日我就是奉了殿下之命，特来给王妃聘礼的。哎，灵犀，你快醒醒，别吓娘！快醒醒，灵犀！他把我害得这么惨，还想风风光光做三皇子妃，我绝不让他如愿！陛下怎么突然召见我？皇后和太子被圈禁，父皇有意立我为太子，到时候你就是太子妃，他自然要召见你。你若是不喜欢，那我早些劝父皇禅位，这样后宫只你一个，你也不必应酬这些了。这是能说的吗？当然，只要有本事做到，就能说。你真是自信，不愧是袁术 BOSS。皇上驾到！父皇，这位便是儿臣要求娶的王妃。好，传朕旨意。陛下，臣女有要事禀报。陛下，她早已嫁过人，是晋安侯世子的弃妇。如今晋安侯府获罪，她也是个罪妇，根本配不上三皇子。什么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一真一假，她确实曾是世子夫人，但她与楚庭轩从未有过夫妻之事，反而招了儿臣为赘婿。赘婿？你是说你做了他的赘婿？是啊。楚月，你为了维护陆绵绵，竟然连这种事都说得出口。于公，本王是为了拿到晋安侯府诬陷忠良的罪证而隐姓埋名。于私能被夫人看上，是本王的荣幸，这有什么不可说的？可他既是世子夫人，为何会招赘婿？陛下，臣女4年前嫁入侯府，新婚之日，世子楚庭轩便与臣女的庶妹，就是这女的，也就是陆灵犀私奔。公婆担心臣女带着嫁妆离开侯府，这才坚持为臣女招婿。荒唐！对，姐姐曾是人妻，还妄图嫁入皇家，
简直荒唐至极，请陛下严惩。父皇觉得荒唐的是我们，不，自然不是。朕是说，这静安侯府太过荒唐。父皇英明，那这赐婚的圣旨，既然他是你自己选的，朕就依你了。谢陛下圣恩。至于你，未婚私奔，败坏家风，视为不孝；夺嫡姐夫君，视为不伦。朕本该赐你一杯毒酒，让你身怀6甲，就免你一死。谢陛下隆恩。静安侯护恶不捐，已判了斩首。侯府其余诸人流放3000里，等你生下孩子，便去流放地与楚庭轩成婚，也算从一而终。不，陛下，我不要嫁给楚庭轩，求陛下开恩饶了我吧！陛下，我不想嫁给楚庭轩。陆绵绵，你这个贱人！皇上才说判了流放，这就上路了，速度挺快的。本王看到他就不痛快，刑部主观懂事，自然就快了。贱人，你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你也不会有好下场。我觉得挺好啊，喏，这贵婿还是你们给我招的呢。陆绵绵，你无情无义，你负我真心，我恨你！好好好，被你恨可比被你爱好多了。夫人说话真好听。我要告发，我要告发三皇子杀人！林月，你心虚了。陆绵绵，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他就是个不择手段、心狠手辣的疯子！神经！跪下！闭嘴，不然打死你！让他说。月，你少在这惺惺作态！你冒充楚月潜入侯府，真正的楚月呢？啊，被你杀了吧？没错，我是冒充了楚月，但我没有杀人。不可能！你心狠手辣，怎么可能留着这个隐患？玄九，将人带上来。是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楚月，如今是我府中管事，专门负责田庄经营。你少带人来作假！我问过楚月的爹，楚月的左臂有一块月牙胎记。你真是楚月，你没死！若不是殿下搭救，我早就病死在田庄里了。殿下对我恩重如山，别说冒用我身份，就是要我性命，我都双手奉上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带走！这不可能！楚庭轩就是个神经病，你就多余理他。我不是证明给他看的。我不想让百姓畏惧他们将来的君王。还有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不会滥杀无辜，也不会再让仇恨蒙蔽自己。我知道，也从没怀疑过，凌月，你本就是一个极好、极好的人。太子凌月登基，立太子妃陆绵绵为后，帝后恩爱无双，携手开创太平盛世。